同学们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徐大小姐，我可真服了你了，把灵车都开到大街上来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严惩日本强奸犯，为我爸爸的死讨个说法。走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令尊的案子，他不过就是个杀人抢劫案，杀人凶手在逃，我们也正在全力追捕中。我也跟你们说过了，我爸爸的死没你们说的那么简单，你们是害怕日本人包庇杀人犯。人命关天，你说话可要负责任，更何况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。你还知道是人命关天，你还知道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该说话负责任的是你们，混淆黑白，草菅人命。徐大小姐，我警告你，当众污蔑警察，你这是犯法，可以逮捕你。随你的便。警察不能随便抓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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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大小姐，听我的劝，赶紧回家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，这样对你没有好处。我不会回去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说过了，严惩日本强奸犯，为我爸爸的死讨个说法。你们警察局既然不讲理，那我就去市政府，看看到底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。市政府？你这叫聚众闹事，知道吗？政府软弱无能，不敢去惹日本人，只敢欺压我们平民百姓。同学们，冲啊！冲啊！等等！小子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哼，我还想问你呢。你说你们10几个大男人欺负一女人，不嫌丢人呐？你少管闲事儿，不然连你一块儿等。这件事情你让我看见了，我看着不顺眼，我还就得管。打！等等！你们10几个人欺负我一个人不公平，有本事，咱一个个来。现在可以了，一块儿来吧。抓起来！明天，建设、沪江、光华、东南医科，还有交通这5所大学，要上街示威游行，很可能冲击市政府。他们会分成3路，在三民路、五权路和世界路汇合。我们要在这3个地点设置路障，阻止他们进入市区。现在我宣布，第一组，你们在三民路设卡；是。第二组，你们在五
全路设卡。是。第3路，在世界路设卡。是。马队长，你带领一些人守在市政府周围，一定要保证市政府的安全。是。学生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市区，听清楚了？是。出发。弟兄们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埋伏在三民路、五泉路、世界路3条主干道附近，在咱们前边，警察已经在每个路口设下了路卡。不过，万一他们拦不住，让那波学生冲过来了，你们给我记住，你们必须帮我把这波学生给打散，见一个打一个，给我狠狠地打，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进来。严惩日本凶犯！严惩日本凶犯！捍卫民族尊严！捍卫民族尊严！同学们，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返回学校去！严惩日本凶犯！我再警告一次，你们是聚众闹事，停止游行，返回学校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严惩日本凶犯！严惩日本！同学们，别害怕，他们不敢向我们开枪。你们无权阻止我们游行，请你们让开。我告诉你们，如果再往前走，我就以聚众闹事罪逮捕你们。我们要到市政府请愿，政府允许言论自由，允许爱国运动，请你们让开。今天5所大学将筑成一道洪流，正向市政府冲击。警察局倾巢出动，设好了路障，在进入市区的各个路口严阵以待，等着他们。也许有些人并不认识徐定山法官，他祖籍山东，年轻时曾留洋日本，专攻法律。回国后于民国15年担任苏北地区4连县法院法官，于民国19年任江苏高等法院第1分院法官，直至被刺，享年40岁。同学们，大家跟着我，冲过路障，冲啊！注意前进！刚得到消息，建设大学与沪江大学的游行队伍已经冲到了3民路口，与那里的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
奇怪，有人呢。走，看看去。别动！八嘎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真的是你，大冢一郎。八嘎！你。 死了！快跑！快点！快走！快走！四处看看。 我眼看着大冢一郎被枪毙了，我们啊被警察局给耍了。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反正不能再相信警察局了。监狱里戴着头套被枪毙的那个不是大冢一郎，有人掉了包。哎呀，糟糕！我不应该离开大冢一郎的尸体。 离开了他的尸体，我们就死无对证了。幸亏你没这么做，哎，要不然你还有我们大家就更危险了。你想想，他们连大冢一郎都敢调包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呀？不揭露真相，找出真凶，替徐大叔报仇，天理不容。可现在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没有证据啊，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证明大冢一郎没有被枪毙。你们就记住了啊，任何谎言都有被揭穿的方法。 明天呢，咱们正常上课，谁问起来都说不知道，就当今天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王队长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给你带了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在哪？在车上，自己看。大冢一郎，王队长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冢一郎刚刚被人杀了。你不是他已经离开上海了吗？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被人发现了吗？还好，被我及时发现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尸体倒好办，不过得找个替死鬼。那还是被人发现了。没有人看到他的脸。 先把大冢一郎沉到江里再说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我们是警察局的，奉命捉拿杀人凶手。凶手？谁是凶手？金浩杀死了做生意的商人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但据我所知，大冢一郎并没有死啊！住嘴！污蔑政府，你这可是犯法。谁在犯法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 说金浩是凶手，证据呢？证据马上会有的，都给我听好了！封锁整个学校，排查每间房屋。今天若是抓不走金浩，谁也甭想走！凭什么封锁学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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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别说了！金浩是我放的，有种，把他带走！ 凭什么抓住我的学生？你妨碍我执行公务，我可以把你们统统都抓起来。你们没权利随便抓人，同学们，把他们赶出去！
为什么给金浩通风报信，放走金浩？良心。自从我告发金浩后，我的良心每分每秒都在受到谴责。良心。李大公子，我不是徐曼，跟我讲良心，找错人了吧？马队长，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你就是个畜生。知道说这话的后果吗？我会要你全家的命。马队长，约瑟夫·戴尔蒙为您做的那套西装穿着还合身吧？我想要一份约瑟夫客户的全部资料。先生，这可不行，我要为我的客户保密。您是侦缉队的，我在办一个案子，希望你能配合。这是您要的东西。你们先下去。您别紧张啊！我不单知道约瑟夫·戴尔蒙为您做过西装，我还知道您的衣服的袖子上丢了一枚纽扣，而这枚纽扣却在徐大法官被杀的现场找到了。马队长，您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吧？话可不能乱说，小心我找个借口杀了你。我爷爷说过，对付狼就是要比狼还狠。如果我12个小时之内没有安全地回到宿舍，你杀害徐大法官的一切证据就会出现在你们局长的办公桌上。马队长，要不要试一试？李大公子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这么着吧，咱俩做个交易，你只要不把这些个程序交上去，你们家的事儿咱就可以一笔勾销。你装聋，我做哑，咱们以后谁也不欠谁的。学校那边怎么样？你走了以后，我们和老师一起把警察赶出了学校。佳玉，你哥哥他伤了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枪打到胳膊上，流了很多血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在我家有我爸我妈呢。这次多亏了吕南，要不然的话，金浩肯定被抓了。佳玉，我走得太匆忙了，连对李楠说声谢谢都没来得及。你替我向你哥说声谢谢。好，我一定带到。我哥要知道你这么说，一定很高兴。啊，对了，有一个好事儿，真是老天爷有眼啊！我们有了这张照片，有了这张照片，我们就可以揭露警察局的骗局，就可以证明大冢一郎没有被杀死，这就是证据。是我无意之间翻照片的时候发现的。哎，不如拿到我爸的报社把它登出来，看他们怎么抵赖。我现在就去，叫编辑把它登出来。先斩后奏，好办法。你不但勇敢，而且有智慧，你就是我心中的女神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去报社了。我陪你一块儿去。要是干成学长在就好了。我听说干成可是共产党。我也听说了，不过这个地方离学校太近，不安全。
你要找个更安全的地方。号外号外！大冢一郎死而复生，警察局瞒天过海。号外号外！号外号外！大冢一郎死而复生，警察局瞒天过海。号外号外！大冢一郎死而复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老把戏了，共产党也太可笑了，这么粗劣的招式都能使得出来。你是说共产党无中生有？可是上面明明是大冢一郎照片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可是当时在监狱刑场枪毙大冢一郎，您我还有那么多群众，可是亲眼所见呀。怎么说就是活见鬼了。我们现在形势你应该清楚，不但右眼要盯着共产党，左眼还要盯着日本人，现在还要长只好眼。局座，我真恨我自己，怎么没有多长出来2只手？毛远，我理解你，你要理解我。现在只要有风吹草动，南京那边就能知道。局长，我这就给您一个说法。你先去吧。放我出去！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啊！我要找你们刘局长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局长，要安排审讯吗？不用，安排好点，不让徐大法官的女儿受太大的委屈。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徐曼被警察局抓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不知道，刚才我去找他，他不在，听邻居说的。必须要想个办法把徐曼救出来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警察局。哎，季浩，你不能去啊！徐曼，刘局长来看你来了。你先出去。本人公务繁忙，没能及时来看望徐小姐，失礼了。你们为什么抓我？不是抓，是请。我们请你来呢，是想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。任务？中日开战早晚的事儿，我们准备在大学生中挑选一批骨干力量，参加一个特训班，专门对付日本人。你很荣幸被选中了。我不想参加，更谈不上什么荣幸。国难当头，每一个公民都有为国出力的义务。你作为一个大学生，为什么不愿意为国家效力呢？没有为什么。眼下摆在你面前最主要的任务，就是参加特训班，为党国尽一份你应该尽的义务。我说过，我不愿意。那可由不得你。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一声，希望你尽快转变思想，为国效力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来，我要找你们局长。干什么？我叫金浩，我是来自首的，让你们局长放了徐曼。这件事情和他没有关系，是我杀死了大冢一郎。进来。局长，金浩来自首了。自首？他说是他杀的大冢一郎，跟徐曼无关，让我们把徐曼放了。到底走是不走？不是我杀的，放了徐曼。只要你承认杀了窦之国，我们就放了徐曼。
我杀的是大冢一郎。你杀的是窦志国！放你娘的屁！孙子，你爷爷我可记仇，你打我多少钱，我会加倍的还给你。给我使劲打！打！让你进来！孙子，孙子，知道，这小子还真不好对付。上大刑。各位听众，大冢一郎死而复生案最新进展，罪魁祸首警察局侦缉队总队长马耀元，典狱长韩道美畏罪出逃。据可靠消息，警察局已经掌握二犯充分的犯罪证据，但令人痛心的是，警察局却封锁消息，继续关押进步学生金浩。共产党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，而且还这么详细。内鬼，咱们局里肯定有内鬼。如果真有内鬼，我这局长也难逃其责呀。大海，你有什么高见？依我看，眼下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控制影响。怎么控制？这个我还没想好。可是再这样下去，对我们很不利。是很不利啊。要控制，要控制影响，而且要制造点影响。齐天大老爷，为我们百姓做主啊！我的丈夫他死得好冤呐！我家上有老下有小，大老爷给我们做主呀！齐天大老爷呀！我家上有老下有小，留下我们官。局长，不好了，窦志国的家属闹到咱们这儿了，一直喊冤，说什么都不行，认定了金浩就是杀人凶手，非要让咱们枪毙了金浩。丈夫惨死他乡，人家找上门来讨个说法，不为过，让他多喊一会儿，消消心里的怨气。可是这样，影响太坏了。他闹得越欢，对我们越有利。是我派人把他找来的。局长，金浩招供了？还没有，这小子骨头倒挺硬的。这没招供，怎么结案？要招和不招都得死。没办法，他运气太差，是党国让他死的。报，进来。局总，所有的大刑都用过了，金浩那小子昏过去好几回，我担心如果再用刑，真会要了他的命。他还是没招？没有，连一句服软的话都没有，嘴里一直重复着放了徐曼。这样的人，党国多几个就好了，可惜了。既然他嘴上不招，想想其他办法。您的意思是说，给他弄份假的？有些事儿知道就行，不要说出来。去办，快点。找死！律师找好了吗？找好了，刚刚跟窦志国家属见过面，就等着公开审判金浩了。很好，干得不错，你先下去吧。
是。号外！杀人犯金浩3天后公开审判。号外！杀人犯金浩在3天后公开审判。号外！杀人犯金浩3天后公开审判。号外！杀人犯金浩在3天后公开审判。号外！杀人犯金浩3天后公开审判。杀人偿命啊！枪毙金浩！杀人偿命！枪毙金浩！杀人偿命！枪毙金浩！杀人偿命啊！枪毙金浩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谁呀？来人呐！干嘛来你？我受不了了，我招供，你扶我起来，我就去见你们刘局长。哦，早就该这样了嘛。走，走。我是来救你的，可是，放心吧，我有办法，快！小春啊，大娘，哎呀，这2个月啊，亏了你对小浩的照顾和调理，他才恢复得这么快。你歇会儿啊，我烧饭去。大娘，没事，我不累。
河路这个名字，是我到了中国之后取的。河路，河上露水，无根无凭，太阳一照就消失不见了。它预示着你们中国人的命运。有我们大日本帝国太阳旗升起的地方，就不会再有你们中国。麻衣小姐真是志向远大呀！跟着麻衣小姐做鬼也风流。以后请叫我钟带去。你和我床上那点事儿，你知我知。你要是说出去，我就找人杀了你。明白。报告大佐，从4号仓库方向传来枪声。4号仓库，怎么回事？情况不明，正在探查。偷袭军火库，传令，后队辨认队全数撤回。嘿。哥，不好了！那边来了好多鬼子和卫军，你留在这儿，我带人过去。好。兄弟！小叔儿，别动！别动！马遥远，这不是李楠李大少爷吗？前面养工，后面进仓库偷东西，这是谁教你的？马遥远，你个畜生！你帮着鬼子残害同胞，你还是中国人吗？小兔崽子，你懂个屁！都把枪给我放下！想得美，大不了一起死。仓库那边一开战，鬼子就会全部撤回，所以要阻止李楠行动。走，快点！听见了吗？这是皇军的炮声。你们被包围了，赶紧放下枪，我饶你们不死。
去吧。怎么停车了？大街上冷冷清清的呀，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啊？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大宝，哎，咱们得留点心眼啊。是。开车。今天这个会啊，开得非常好，希望今天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咱们是一个集体，最重要的就是团结。希望今后有什么问题啊、想法，可以像今天一样放在桌面上，说清楚，对吧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散会。哎，有什么情况吗？报告李中队长，没什么情况。都后半夜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还不是这会开的。你怎么穿得这么少？早晚天凉，记得多穿点。没事，习惯了。谢谢李中队长。会上有人反映，站岗的睡觉，这种事儿可不能发生在咱们中队，听见了吗？是。今天晚上值班的哪几个是咱们中队的？今晚咱们中队轮到单数，135号位是咱们中队的。好，记着多穿点啊。是。注意安全！加油，小陈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干城支队长来过了，让我们把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干城支队长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鬼子今晚要偷袭我们水牛村，他们是冲着那些粮食来的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呀？因为我们内部有内奸。谁是那个奸细？李楠，那个内奸就是你。跑了！报告，
这是李楠留下的标记，表示一切正常。让一小队干掉村口的所有岗哨。是。报告，岗哨已经被人干掉了。是李楠干的。按计划行动。嘿。消灭他们！打！边也打起来了，大都被包围了，撤吧！大佐，村子外面又出现2支部队，他们已经被包围了。我们呢，大概600-700人。重兵撤！谢谢宁师傅。不客气。今天普瑞祥绸缎庄的人去了马局长家。他们去马局长的家干什么？他们带了一卷绸缎料子去的，应该是布料样品吧。出来之后呢？进去就没出来。没出来啊？佳玉，这是最新的情报，金浩跟命令马上发回老家。哦，这是老家来的消息，您带回去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先走了，路上小心。先生，您里边请。老板，您请的客人来了。邱先生，欢迎光临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徐老板这么年轻漂亮，就经营着古董生意，真是少见呐。哎呦，谢谢邱先生夸奖。早听说邱先生是个玩家，对古玩文化样样精通，我还得向邱先生您多多请教呢。哪里哪里，要说精通啊，得是我舅舅，我呀只是
略知皮毛。徐老板，你看，你这古董行装修讲究，风格清雅，有意思，确实是有点意思啊。邱先生过奖了，家遭大变，父母又都去世，我不得不接班入行啊。古玩文化博大精深，我不过是班门弄斧，随便玩一玩。对了，邱先生，我这次冒昧的请你来，是想让你帮忙鉴赏祖上留下的几件玩意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怎么样，邱先生？好东西啊！徐老板，确实是好东西啊！徐老板，实不相瞒，这件宝物出自大明弘治的官窑，是极品中的极品。不知道徐老板是怎么得到的？实不相瞒，这是祖上从宫里带出来的。哦，这就难怪了。徐老板，还有别的宝物吗？还有几件，都放在家中了。店里人多眼杂，不方便。改日再请邱先生到寒舍去一一鉴赏。徐老板，请我来是鉴赏啊，还是要出手啊？现在外面世道不太平啊，兵荒马乱的。我一个女流之辈带在身上也不方便，怕留在手里糟践了好东西。最好是找个有缘人代为收藏。二来我手头紧，想变现又不知道行情，所以请邱先生过过目，方便的时候寻个好的买主。爽快！开门做生意，敢直言不讳的，也只有徐老板你一个人了。哪里？哦，对了，邱先生，这是你的辛苦费，事成之后还有1成的酬谢。哎呀，徐老板，你真是会做生意，那我就谢谢了。徐老板呐，实不相瞒，这件宝物，全上海滩能买得起的，不会超过10个人。真这么值钱？不光是因为值钱呢，现在是兵荒马乱的，这些瓷器是易碎品，不易携带，所以买的人并不多。眼下，夏商周3代的青铜器最为抢手，而且价钱不菲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就请邱先生多多费心了。徐老板，您放心，以后有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徐老板，请留步吧。先生慢走。老家送来的情报，译一下。哎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没出什么情况吧？倒是没出什么事儿，但是有人跟踪我。什么人？我没看清楚，我发现有人跟踪，就拐去马遥远家了，给马太太看了看布料，出来的时候是马太太派车送我回来的。那咱们得赶紧转移啊！要是被这个特务看见，可就麻烦了。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越应该稳坐钓鱼台。他们盯的是叶子红，不是我们。
如果是我们的话，这个时候就不会这么安静了。所以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转移。译出来了。赣城司令员说，我们要尽快的在上海把日军的以毒养战的计划全部的曝光出来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警惕。可以用亚东日报，我们要告诉大众，日本人是为了侵华筹集军费，毒害中国人。我们要揭露这个阴谋，让中国人明白，日本人是在用不见血的刀杀害我们。一家报纸的力量还不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啊。那我们就暗中联系多家报纸，联合发表谴责文章。鬼子即便想查，也无从下手，总不能把所有的报馆都封了吧？联系多家报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一定要注意策略。应该没问题。这件事太大了，关乎着全民族的存亡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坐视不理。况且，这种重磅炸弹一样的新闻本身就是媒体抢夺的对象。看着吧，我们一定能点燃全社会的怒火。胡弩同志送来情报，敌人改变了押运计划，他们从南京出发以后，会在这个地方交接换防。怪不得派去县城的侦察兵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呢。敌人改变了押运鸦片计划，但兵力依然是伪军的一个大队，日军的2个小队。他们交接换防以后，会从这里过江，然后沿着丹阳、武进南下苏州，在苏州休整1晚以后，直奔上海。如果没有算错的话，今天应该进入我们的游击区，所以我决定就在这个地方把这股敌人消灭干净。是。最新消息，鬼子的大烟土已经被我们的队伍成功的截获，并销毁。太好了！鬼子肯定气坏了，这下够马永远喝一壶子了。哎，这是不是算我们到上海以来取得的第1场胜利啊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在上海打开了一个很好的局面，一定要继续努力。老家那边有什么新的指示吗？鬼子呢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想，这些毒品肯定会从不同的渠道再运往上海。赣城司令员命令我们，要继续跟踪毒品，并且不惜一切的手段予以销毁。徐老板，您的事情我已经跟我舅舅汤主任说了，他非常感兴趣。他说让你带着宝物去家里，他要看看。那谢谢邱先生了。什么时候去呢？择日不如撞日，他今天在家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好啊。以毒养战，这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，爸。我打算把这篇稿子发到全上海的各家报社，希望大家团结起来，发表联合声明，共同揭露日本人的阴谋。爸，没事吧？爸，您身体还没恢复，要不然这件事儿回头再说。志林呐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你们有证据吗？证据马上就会有的，只要苏北截获烟土的枪声一响，
日本人毒害中国人的阴谋就会传遍全国。好啊，这里我办报的宗旨就是言论自由，为民喉舌。发布这么重大的新闻，我亚东日报必须要参与。太好了，我还担心您不愿意呢。哎呀，怎么会不愿意呢？我还会帮你们呢联系更多的报社同行，大家一起来商讨对策。徐老板，汤主任的意思是让我把东西拿进去，他看看，您在这儿等着就行了。邱先生，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？请徐老板见谅，汤主任做事一向是低调谨慎，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。这宝物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我必须随身携带。请你转告汤先生，他如果有诚意的话，我亲自带来；如果没有诚意，那就是无缘之人。我看还是算了，告辞，走。哎，徐老板，徐老板，怎么样？汤一更这个老狐狸可真够狡猾的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他。对待他这种人，不能着急，要有耐心。那走吧。董事长，您找我？贺总监，我这有些文章，你先看看。哎，董事长，平心而论，这篇文章意义重大，应该发。可是作为报社的总编，我不得不为报社的前途考虑啊。董事长，你还记得吗？就在上个月，黄山路的《浦江晚报》就因为刊登了一篇日本鬼子在街上追打人的文章，结果就得罪了日本人，第二天就被政府给禁邮了。这日本人不好惹呀。俗话说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这篇稿子，董事长，您还要三思啊。这里呢，这篇稿子先放我这儿，让我再想一想，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爸爸，这揭露贩毒、伸张正义的文章你都不敢登，咱们这东亚日报就不要叫为民吼声，叫为日吼声算了。玉儿，不要乱说。本来就是嘛，日本人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。我们作为媒体的先锋，如果不能及时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，我们何以面对民众、面对读者、面对千千万万的同胞呢？稿子是一定要登的，但要改一下，要写的客观点，不要太具体，要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写出来，让民众去辨别好坏。好，我马上修改。我还要给这篇文章加个通栏标题：一杆烟枪，杀死好汉英雄不见血；半盏灯火，烧尽田园屋宇并无灰。好，爸，您这个标题写得太好了。号外号外！日本以毒养战计划大曝光，大曝光！中国管自替日本卖鸦片，大赚黑心钱，大赚黑心钱！号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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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卖报啊卖报卖报！日本以毒养战计划大曝光，大曝光！哎，要报纸了要报纸了！哎哎哎，好，哎哎，谢啊！卖报卖报！
谋们，日本人想把我们变成大烟鬼，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们砸了椰子库的大烟馆，保卫国家，奋战到底。好，走。